好，我們持續來關心在伊朗的最新局勢啊，就是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白宮跟國防部呢正考慮在未來幾天之內派遣至少1萬人的戰鬥部隊增援。那如果決定實施的話呢，那就意味着美國正在為地面作戰要進攻伊朗的潛在選項嚴肅的準備當中。Axios 呢這個媒體就報道說呢，五角大廈正在準備對伊朗進行最後一級的這個軍事選項。那比較起這個複雜而且風險高的地面行動，美國可能會選擇對於一些設施發動大規模空襲，來阻止伊朗取得這些物資。那其他呢，還包括像是先前這個禮拜一直討論沸沸揚揚的，包括入侵或者封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也就是哈格島，還有呢，包括像是入侵伊朗的拉拉克島等等哈。現在當然这個美伊的衝突打到現在呢，特別幫大家準備了一下幾個要點哈，包括美國說要停戰，那你有15點方案啊，它要點如下。伊朗也反制呢，提出了5大條件。停火目標，美方是希望能夠建立談判的緩衝，所以短期停火1個月。伊朗則是說，要麼就永久停戰，要麼就不用談了哈。制裁處理方面呢，當然現在呢有談到能不能暫緩部分的制裁，可是伊朗有提出條件說，除非全面而且永久解除所有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好，另外軍事行動特別提到說，美方是要求伊朗要停止襲擊美軍跟以色列。然後另外呢，伊朗方面則是要求美軍呢必須要撤離波斯灣，還有中東地區哦。你光在看雙方一來一往的條件，根本就談不攏哈。經濟跟賠償這個很重要，現在就是要確保美方要確保荷姆茲海峽的自由通行要重新開放。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強調說，國際必須先承認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主權權利。好，另外呢，像是剛剛提到啊，限制核能發展。那伊朗就強調說，停止干預我們的主權。最後關鍵立場，這個是重點。美方是希望要談判，可是伊朗覺得美方現在提出的談判根本是在欺騙啊，談不攏。如果現在真的像剛剛上一節我們提到，我請問 Russ 的，考慮到地面行動，可是地面行動一定會免不了人員的傷亡或是一些相關的戰損啊。不過你還是認為很有可能是會發動小規模的地面行動。小規模一些聯友相關的設施或港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伊朗政府賺錢的機會。因為伊朗一直說部分的我們的石油我們還是會輸出去了。所以他們還是希望可以繼續賺進一點錢，尤其是在戰爭的時候。所以如果美國真的要影響到伊朗政府的運作，那就要切斷他們賺錢的機會。也就是剛剛我們提到，包括哈格島在內，這個最重要的石油樞紐。所以有可能，對啊。但是像很多人質疑，川普會不會像美國20多年前佔領喀布爾或巴格達之類的地面行動，可能性真的不大了。可是佔領就代表說，他必須要有一段時間有駐軍都在那邊啦。部隊都得在那邊啊。這個也不一定。如果是幾個禮拜或幾個月，那個還是算很短啊。這個不等同川普想永遠繼續佔領那些地方。對川普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伊朗政府投降接受美國的條件。所以這個不等同美國一定要繼續佔領這些小島。好，軍事行動難免啊，這是你的觀點。那另一方面看到，因為現在還有另外一個關鍵角色，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防長叫做卡茲，他最新宣布，以色列在最近的軍事空襲行動當中呢，殲滅了伊朗情報及安全部長叫哈蒂博哈。但是對照伊朗這邊官方的通訊社，就是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說，伊朗提出的5項停火方案。其中有一項啊，各位看到了嗎？在第一點就是必須立即終止敵方所有侵略性的暗殺行為。另外呢，像是什麼呢？確保戰爭不再重演。然後呢，明確要承諾賠償損失，戰爭必須在所有戰線同步結束，以及剛才我們提到的，要承認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行使主權的合法權利。可是，在第一點呢，你就一邊談，怎麼一邊就把人家的剛剛講說情報及安全部長哈蒂博給暗殺掉了呢？以色列就把他暗殺掉了。好，所以美方說要談判，可是卻又讓以色列去暗殺了伊朗軍方的高層。那這個停火方案
還有意義嗎？對，這5點聽我方案，照我們來看應該算是一個國際廣告或政治宣傳啦。就伊朗故意，就像台灣的候選的選舉民調一樣，故意把它講得很高哈。伊朗故意抬高 chip， 把它籌碼提高，然後再 bargain 整個妥協過程才有辦法這個好的談判，拉高籌碼。對，好，那我們來看這5點哈。第一點，必須停止侵略性暗殺行為，不可能的，因為以色列從來沒有承認有暗殺。如果他同意停止暗殺，不是打臉自己承認有暗殺嗎？真的。第二點呢，確保戰爭不再重演。問題是他要簽訂合約或者聯合國派出維和部隊，目前完全看不到蹤影。第三點呢，必須承諾賠償戰爭損失。目前這只有勝的一方才可以要求輸的一方來賠償。目前雙方相持不下，而且雙方都覺得自己會勝。對，那不可能。第4點也很荒謬，必須要求所有戰線同步結束，涵蓋所有抵抗組織。問題是像剛剛講的那個黎巴嫩真主黨，對那個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還有胡塞青年組織，那個不是完全可以控制，他們有所謂的伊朗的代理人呢？对，未必伊朗都完全有辦法疏通他们了。那第5點更不可能，必須承認伊朗對荷姆斯海峽有主權。這個是全球原有的運輸命脈如果讓伊朗承認主權，那以後其他國家就不用混了。這5點總結來講，就是叫美國認輸，所以是一個國際廣告而已那坦白講了這個是至於誰來提出這個停戰停火呢？當然比較可能的就是說由納坦雅胡把這聲音傳到川普，不可能習近平嘛，因為論關係還有這個戰爭發動的原因，都是以色列來提出傳達比較可能嘛。你叫那個習近平來傳達，不是說不可能，而是排序這 priority 是比較後面。當然，國際媒體有指出一個方向啦，由誰來提出這個停火協議？是阿拉伯國家組織，因為這個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組織，22個國家，7個觀察員，合計41億的人口，可能他比較有這個能力。當然，最後一點，我們做個結論啦，這場戰爭如果沒有美國沒有贏，就算輸了；那伊朗沒有輸，就算贏了。所以值得我們再看下去。對，大家記得嗎？在這個荷姆茲海峽被伊朗宣布封鎖之後，其實美方一直在大聲疾呼說：“中國大陸呢？你在哪裡呢？你是不是也應該參與要重新這個來恢復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開放啊？因為呢，就一直強調說，其實中方有很多的石油，就剛剛像吳越老師講說，最大的石油出口國就是你中國大陸，那你這個時候不做點事情嗎？可是你看到中國大陸一直保持着一個穩定跟冷靜的一個做法，那但是大家也在問的是，是不是在等待一個最佳的時機來進入這個調停的隊伍裡面？那因為呢，最近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就是中國大陸的外長王毅，他26號跟加拿大外長阿南德通話。王毅說，美國跟伊朗都有重啟談判的意願，國際社會應該鼓勵雙方重回談判桌，尋求政治解決的有效途徑。那也闡述了中方的立場，表示伊朗的核問題應該透過對話解決，而不應該成為動武的理由。因為他說，濫用武力只會帶來嚴重後遺症，戰事外溢到威脅整個地區的安全跟穩定。然後我們看到中方在維持他的戰略定力可是會不會選擇一個接下來要看的是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有可能會出手調停因為剛剛也特別提到，北京不輕易入局的。應該這樣來看，北京的立場當然對中東這些阿拉伯國家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因為伊朗跟這些阿拉伯國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對，這第一個。第二個，那這些阿拉伯國家其實跟美國的關係也錯綜複雜的，你看到來講話，美國在這阿拉伯國家來當中，中東地區有12個國家都有駐軍跟有軍事基地。那美軍，我們先不講航母上的美軍啦。在這12個國家裡面，大概駐軍大概有將近4萬多個美軍嘛。這第一個，它遍及12個國家，這是個很錯綜複雜的。一個比較新的趨勢，當然很清楚的。按照美國所提的，伊朗所提，這些都叫假議題的。這假議題都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嘛。那雙方要不要談？雙方在談嘛。最新的說法是，應該這個國家應該已經確立的。你去看巴基斯坦的副總理兼外長，就已經在昨天3月28號來講話，公開3月27號公開的對外宣稱，就是在伊斯蘭馬巴德，對，這是巴基斯坦首都。對，那其實美國跟什麼？美國跟伊朗已經在正式在會談，所以這個不是假設的議題，這是現在在進行式，能不能談出議題不得而知。第二個，你再看看同一天3月27號，對，王毅也直接打電話跟巴基斯坦的副總理兼外長來談，就說
有關於中巴，本來他們就鐵哥們嘛，他們叫巴鐵嘛。中巴本來就是一個關係友好，中巴面對有關於中東戰史裡面，他們是用所謂促和止戰立場，是完完全全是一樣的嘛。對，好，所以北京方面當然也不希望這個事情不斷的擴大，因為擴大來講的話，對於能源的問題，對於食物開局之年來講的話，這裡面來講都會什麼疊加很多不同的變數。對北京方面，不管是在做大國外交，就是美中關係，還是有關於周邊國家，還是在第三世界，每一個樣樣都是有不同的這樣一個考驗嘛。所以北京的立場上，當然還是希望能夠什麼？能夠所謂促談，能夠促和，能夠促談，能夠止戰。我相信這個目標應該是很明確的了。也就是間接的希望能夠去促成這個美國跟伊朗盡快的能夠坐上談判桌，把這個事情趕快談完。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我來關注的是最近剛結束中國大陸兩會啊，因為根據 BBC 的最新報道說，在大陸兩會召開的前夕，就是2月底這個時候呢，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口氣罷免或終止了9名軍方代表的資格，其中呢包含了5名上將。那這次也看到在釋出給外界看到這個畫面啊，就是會議當中這個畫面上，除了主席台上面的張生明上將之外，在公開畫面當中明確可以辨識出的，就是這些上将呢，只剩下中國大陸的國防部長董軍，還有東部戰區司令員楊志斌，中部戰區司令員韓勝言，以及呢退役的像范孝訓以及政協委員退役上將李曉光。整個兩會的會場上算了一下，上將只剩下6個人，那現役的是剩下4個人，所以在人事布局上面啊，大家也在關注的是要填補這些軍委跟政治局的席位，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還是对於北京、对於習近平來說，並不急於這一時？魏老師，您覺得？我想理論上應該在今年秋天會召開5中全會。那我們看到說，政治局委員一定要經過5中全會來選舉的。那有關於中央軍委副主席也一定要5中全會來選舉的，甚至是4名中央軍委會的委員也一定是要5中全會來選舉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應該可以看說，照理講今年是應該要今年的秋天要召開5中全會，為什麼？因為2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第一個，如果他不召開5中全會，面對這些政治局委員，到底張生明能不能升上政治局委員，以及另外軍委副主席，以及4個所有的有關於中央軍委會的委員，這個缺他是無法補的。這第一個。第二個，明年2027年來講的話，有對中共來講有2個重大的歷史的意義。一個當然就是明年2027年來講的話，是特別是8月1號，是中共解放軍建軍100年。那第二個，明年的秋天，中共也即將召開21大。那大家想想，如果建軍100年要強調國防軍事的現代化，那目前為止40個左右上將的編制，正常的在肉臉活動只有4位上將，就是你剛剛說的主管軍紀的張生明、國防部部長董軍，以及中部戰區司令跟東部戰區司令這4個人。那這顯然不是一個常態。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次兩會當中，他並沒有去處理人事的問題，是在預期之內。但是在今年秋天應該會召開5中全會，那5中全會有相當大一部分的重點會放在有關於包括什麼，包括解放軍這些，包括中央軍委的成員，以及軍委副主席，以及政治局委的問題。因為從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從1927年8月1號，就是解放軍的他們認為說，共軍建軍那一年開始，1949年建政開始，很少看到，竟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一個解放軍代表的。現在張生明也不是。好，張生明現在不是政治局委員，也很少看到解放軍被整頓到這麼的徹底，因為他不僅整頓上將，一定會涉及到中將跟少將等等的問題，他要做全面性的清查嘛。所以從這個角度當中，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到說，以前很多人喜歡說槍桿子出政權，但是經過這一波的整頓，我不認為說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如今來講，槍桿子出政權是走入歷史，但是確實黨是牢牢的指揮槍。不管是習近平再度連任，還是習近平推出新的人，軍人在中共的解放軍在有關於政治的高層當中的角色地位是在大幅度下降的。所以就是習近平的軍權還是牢牢的抓在手上，當然牢牢掌握，沒錯。不僅習近平的軍權牢牢掌握，就算後習近平時代，可能軍方也不太像容易以前的像開發中國家一樣，有所謂軍事政變跟夺權的可能。因為其實你注意看，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幾個國家，我認為這些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第一個經濟腐敗嘛，經濟衰敗；那第二個高層被滲透；第三個軍隊無法牢牢掌控嘛。這三個都是血淋淋教訓嘛。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可能我們就不能再用傳統的什麼槍桿子出政權，再來看到現在目前為止中共的黨跟中共軍方的這樣一個運作關係的。對，不能夠很單純的說啊，槍桿子出政權的這個鐵律被打破了哈。但剛剛伍岳老師有提到一個時間點，今年的秋天五中全會，渴望就會有相關的人士這個方面的安排。好，27號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開會議那是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審議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在會議當中呢，他也強調說，地方黨委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紀律方面呢，又提到了要扛起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在這個禮拜發布了通報就看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副局長周亮在任內落馬，他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紀律審查以及監察的調查。周亮他長期擔任前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秘書，在紀檢系統呢，其實工作非常多年那這個案子也被外界視為是中國大陸金融監管跟反貪體系持續在整肅的重要訊號。所以莊老師，這樣的徹底打擊反腐，因為現在反腐已經成為了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個代名詞那對於這樣的一個打擊反腐對習近平權力的鞏固，您怎麼看？如同這個我們主持人仁貴講的現在打反貪腐已經從軍隊到地方政府到金融體系，現在連高等教育都有了。去年北京大學一位年輕的副校長才被拉下馬而已，表示說這個貪腐已經到各層面了。當然，這表示這個體制有自我更新的這個功能了但是我們要特別強調，中共不管是對內或對外宣傳，從來沒有政敵這兩個字那大家覺得很奇怪嘛？不是打貪腐拔掉的這個周永康這種中央政經系統的這個政敵嗎？還有薄熙來這種地方派系的要角嗎？甚至還有這個軍方的國防部長李尚福、魏鳳和等人，怎麼會沒有政敵？因為按照中共的敘事，他會把他們定位成人民的敵人。那所謂的中紀委，我們提到中紀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扮演的是呢啄木鳥的角色，要把這蛀蟲一隻抓出來，不然會亡國滅黨。所以他們一直有一些口號來推崇這個反貪腐行為，比如說黨的自我革命，或所謂的全面從嚴治黨。不過我們反過來看儘管中紀委可以扮演白血球的角色，來吞噬這些試圖入侵的人體的像細菌病毒，還有寄生蟲等等，但是不要忘了這個一個體制面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口號，連我都會背的，什麼沒有鐵帽子王就是沒有動不了的人那什麼反貪腐沒有禁區啦，什麼都可以去嚴查嚴打。但問題是這是一個組織結構問題。習近平確實很有成績，拔掉一些貪腐的要角，但是呢，如果你體制結構不改變，後面還是有人會慢慢延伸。此外呢，習大大的這個反貪腐成績雖然很卓著，也被質疑雙標。好比說我們台灣民進黨被批評雙標一樣什麼雙標呢？他們覺得好像黨中央看重的忠誠度比連結度更重要。如果他對我忠誠，好像不太連結沒關係；如果對我不忠誠，那不連結一定有關係。我想這個問題必須中共自己來回答，我們無法替他回答，是不是這樣子？權力結構其實在這個就是說權力鬥爭這件事情，在台灣最近好像也是出現了蠻頻繁的因為我們先來看一個場面就是在台灣
美國商會 AmCham Taiwan 啊，他們在26號的晚上舉辦了2026年的謝年飯。那美國在台協會 AIT 台北辦事處的處長古立原呢，就在出席的時候，他表示說，美方持續支持台灣獲取關鍵防衛能力所付出的努力，那包括了着重在取得具有成本效益的不對稱戰力，比如說像無人機啊、反艦飛彈啊，還有具備韌性的通訊跟戰場感知能力，以及呢整合式防空系飛彈防禦系統等等，希望符合台灣軍事需求的一些武器。那最近談到美國，其實台北政壇發生了不少事情，這個我要特別來問一下 Russ 哈，因為不管是最近這個馬辦發生的人事大地震，還有呢也說什麼是要打擊這個鄭麗文的親中路線哈，你覺得背後有美國的影子嗎？我常常說美國從來沒有干涉台灣的內政。你不相信吧？我不相信。美國的立场其實是很清晰，已經是很多年，不管是2016年總統大選，2020年、2024年，甚至下一次總統大選，美國是很明顯，而且不管是共和黨執政、民主黨執政，那目前美國的政策立場非常清楚，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對。所以現在在這個美國商會的謝年飯，古立原公開說要通過國防特別預算，那就是很明顯他是支持行政院版本，不支持國民黨版本或民眾黨版本。公開有說不是第一次了。私底下有向民眾黨、國民黨反映，這個大家都知道不是秘密了，所以美國的立場是非常清楚。所以你覺得你的意思是說，民進黨的執政對美國現階段的美國來講是符合他的利益的，是吧？很明顯哦。OK， 然後呢，那也因此在背後不會有其他的動作，這個邏輯說不通嘛？背後會不會有動作？對啊。美國經常有啊，所以你剛剛講說美國不會去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這不是自打嘴巴嗎？你以為我認真嗎？好，那我問你，你覺得美國現在在兩岸互動的關係上面，美國的盤算是什麼？第一個判斷是千萬不要發生戰爭了，所以即使美國是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了，那當然美國希望是兩岸不會發生戰爭，就是不會打起來。當然是希望，對不對？因為這是符合美國的這個國家利益的。但是同時，美國也不希望美國被認定的親中政黨執政，对，也不能跟中國大陸走太近。這個很明顯，美國的動作也是很明顯，所以我才說美國是希望民進黨可以繼續執政，因為不希望。